一样的锁着黄金甲，一样的凤翅紫金冠，两只猴子从天下打到天上。我的天眼看出六耳的端倪，却始终冷眼旁观。500年前那猴子大闹天宫之时，我便料到会有这么一遭。照妖镜难辨真假，谛听沉默不语。我看着六耳身上偶尔泄出的金色佛息，也选择了闭嘴。其实我有些后悔，不该开启天眼。如果什么都不知道，我能睡得更安心些。猴子是女娲晶石所化，又吃尽灵丹，在老君炉里练得不死之身。西方世界开启轮回之时，猴子会跳脱在轮回之外。我冷笑一声。西天那群人口口声声念叨着众生平等，可自己却不在这五行之中。猴子太过高调，早晚会栽跟头。但我只是一介小神，自身难保，我救不了他。如今六耳已经修得斗战胜佛金身，无人察觉1000年前的齐天大圣早已换了性子。这几日，我接到一个除妖任务，一只恶蛟为祸北海，我提着3尖2刃刀就出发了。北海龙王与我是旧识，推杯换盏间，我察觉他有心事。神君啊，1000年了，有些话我实在无处可诉。我眼皮子一跳，连忙借口有事脱身出来，鼻尖还萦绕着淡淡咸腥。直觉告诉我，这老龙王也是一个知情人。说我明哲保身也好，无情无义也罢，我不愿趟这趟浑水。我闷头往恶蛟所在之地赶，不知不觉深入了北海腹地。还没开打，我的表情就像额头上的眼睛一样裂开。这蛟，我可算明白了老龙王为何吞吞吐吐。这蛟守着一个大棒，上面沾染的分明是1000年来我试图忘记却又始终刻骨铭心的气息。是猴子，震惊、狂喜、担忧、疑惑，万般复杂情绪最终让我面无表情。那蛟醒了，灯笼一样的血红眼睛瞪着我。孽畜，你为祸北海，今日乖乖束手就擒。我舌尖抽搐，最终只是逃避般吐出这样一句话，却不料那蛟极为人性化的对我露出一个不屑的眼神。这种向来不识天高地厚的自负狂傲如此眼熟，我几乎站立不稳，想逃却又动不了。1000年了，不管我如何不愿承认，1000年来我几乎就没睡过一个好觉，早已习惯这漫天的虚伪嘴脸。我也虚伪，只有这样才能生存下去。可现在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眼神，就把我恪守了无数岁月的生存法则踩在脚下。最终我落荒而逃。北海龙王气定神闲，似是早料到我会铩羽而归。见过大圣了。我一阵恍惚，手脚发软，几乎拎不动刀。无数人都叫过六耳大圣，可我始终无法把这2个字安在那个小偷身上。他不配。1000年前，那大棒忽然出现在我北海，精气衰败，命悬一线。可我识得那气息，我屏住呼吸，几乎能听见自己血流加速的声音。上天入地，独一无二。那种压倒一切的强势和锋芒，有多讨厌就有多难忘。我知道自己应该掉头离开，走得远远的，全当这一切没有发生过。可我听见自己哑着声音，极为艰难地问：那蛟又是？大圣逃到这里，只剩残魂，残魂飘散天地，一丝在蚌壳内酝养，一丝附在一只巨髯上。1000年过去，巨髯化为蛟龙，守着大蚌。那蛟没有记忆，我也无法与它沟通，只好竖起结界，将它与外界隔绝。为了防谁，不言而喻。我沉默半晌。所以这就是你把我骗来的原因？北海龙王面色一肃，向我拱手行大礼。其他人本王信不过，但本王知道，当年你与大圣一战，根本未出全力。本王要救他，望神君助我。我不明白北海龙王执意要救猴子的初衷。当年猴子强取金箍棒，从他这儿诓走了一双藕丝不云履，猴子落难，他何该高兴才对？可我甚至来不及深思，等回过神来，已经站在燃灯古佛的道场。燃灯是过去佛，想要找到创世之雷，只能从这里找线索。道场荒芜，我不知从何处下手。忽然一道温暖的光打到我怀中，怀里的蚌自己跳出来，瞬息变大。一片金光中，猴子的虚影缓缓浮现，它像个出生的婴儿一样懵懂。我张着嘴说不出话，眼睛却瞬间红了。至善之力可用，至恶之力可有，至阴之力可平，至阳之力可速。声音悠远而神秘，带着隐约的叹息。猴子依旧懵懂，却对着空无一人的道场点头示意。至阳至阴之力好办，可这至善至恶之力难寻。我犯了难，猴子却飘到我身前，一双金光闪烁的眼睛看着我。我忽然心头火起，恶狠狠道：死了都不让人安生，生来就会惹麻烦。1000年前我与猴子一战，打的是天地失色，天上天下皆以我俩为宿敌。平素我对这泼猴不假辞色，几次上天班救兵我都未曾理会。可我不见他，并非我厌极了他。猴子生得傲然，活得嚣张。当年凌霄宝殿上红披烈烈，轻描淡写就击碎了那块我恨之入骨的匾。那一刻我热血上头，几乎就想跟着猴子反了这虚伪至极的天庭。每次听到他的消息，我都会想起自己那些伏低作小的漫长岁月。若不是我像狗一样被驱使了这许多年，怕是早就在猜忌下灰飞烟灭。我羡慕猴子不计后果的洒脱，那是我渴望却从不曾拥有的快意恩仇。至善，简单的2个字，却是世间生灵无法企及的高度。我正苦恼，猴子却露出一点疲倦，
揉着脑袋缩回了大棒里。我灵光一闪，至善，说不定他可以。我腾云驾雾赶到金光寺，却发现那人早已等候在山门前，慈眉善目，一身单薄的僧袍上沾着凉意。二郎神君终于来了。我非常诧异，和尚，你早知道我要来。唐僧并未念出那句熟悉的佛号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。悟空的事，我一早便知晓。我震惊，忍不住后退一步。你说什么？当初他师徒4人历经磨难到达灵山，可他却并未在灵山修行，而是回到金光寺为众生传教佛法。原来当年的唐僧早已知道大徒弟被六耳取代，他比悟空还要像悟空。以前都是悟空保护我，这一次就换我来保护他吧。说着，他通身泛起金光，化为了一颗舍利，飞到我面前。我握着舍利，感受着胸口的蚌壳泛起不寻常的温度，几乎融穿心口。就帮你这一次。极善之力有了，那极恶之力何处寻？世间不缺善恶，但推演到极致的凤毛麟角。我寻遍山川湖海3界角落，一无所获。这时北海龙王传信于我，让我速回北海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龙王的龙须少了一截，身上还有不少伤口，神色焦急。快带着蛟龙离开，大哥发现大圣的踪迹了。我拦住他，你务必尽快找到创世之雷。原本北海龙王负责看护蛟龙，我带着大棒寻创世之雷的下落。如此这般，我只好将他们一并带走。我刚腾空而起，海面上就掀起惊涛骇浪。我咬牙切齿，又冷汗直冒。时间不多了，可我全无头绪，这怎么办？这时猴子的虚影又出现了，比起之前的懵懂无知，他眼中分明有了灵动的神采。他沉默着在我掌心画了一颗桃子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想这个？我简直气不打一处来，刚想大骂，却发现猴子在反复描摹那个桃子。我表情一滞，皱着眉细细思索。桃子，桃子，难道你是说花果山？我想也不想地驳回。不行，那六耳如今有金身加持，别说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就是全盛时期对上他都够呛。别指望我也打不过。但猴子异常执拗，看我的眼神隐含威胁。什么玩意儿，都这模样了还威胁我？可说是这样说，我还是带着大棒往花果山去，万一真的能找到我想要的东西呢？花果山我曾来过一次，那时候泼猴还在上天入地的窜，他那群猴子猴孙也闹腾得要命。可如今的花果山清寂得好像真正的佛门圣地，我异常谨慎，那可是让泼猴都栽了跟头的家伙，容不得半点差池。一道金光从我胸口飞出，瞬间照亮了整座花果山。下一秒，轻笑声如奔雷滚滚向四方扩散。渺小的我目瞪口呆，忍住拔腿就跑的冲动。大意了，猴子这辈子和畏首畏尾这4个字就沾不了半点边。念头刚起，同样一道光芒飞驰而出。你终于出现了，1000年了，你一日不出现，我这斗战胜佛的位子便一日坐不安稳。我疑惑，听六耳的口气，怎么像是早料到猴子会死而复生？我对不起你，往昔种种，今日一并了结吧。看2团光芒站至一处，我忽然发现一个问题：猴子之所以急吼吼往花果山赶，根本不是来找什么极恶之力的，他就是纯粹报仇来了。依那泼猴桀骜不驯的性子，完全有可能。我呲着牙，恨不得自戳3目。杨戬啊杨戬，你说你吃饱了撑得管这种猴的闲事？天上战况焦灼，我想象中一边倒的情况没有出现。不仅如此，不知是否错觉，我觉得六耳身形渐缓，反倒是猴子愈战愈勇。你还是那么难缠，1000年前放你一丝残魂离开，你便能有今日光景。若你不曾遭此劫难，还不知会成长到何种地步。齐天大圣，名不虚传。猴子干脆利索的一棍子捅穿了六耳的身体。直到猴子飘回我面前，我仍是没回过神。但看着猴子越发凝实的身体，还有一张面无表情的猴脸，不知为何，我心中隐现不安。我在3界苦寻多日，才终于找到一件神器，那是阴曹地府用来囤积死者怨气的器皿。既是怨气，想必都是尘世难以忘却的委屈愤懑，杂糅之后也算配得上极恶之力的名头。实在是我没时间了，只能赌一把了。这些时日，我已经找好了极阴极阳之地，分别在极北之渊和火焰山。北海龙王终究能力有限，现在满世界都是追查我行踪的人神鬼，比当年的唐僧肉还吃香。我看着盘坐在蚌壳里的猴子，止不住的纳闷：你到底得罪过多少人？人员推拆了？猴子岿然不动，他现在处在一种很玄妙的状态里，不主动的话根本无法叫醒他。我憋屈的要命，还没法发泄，只能独自生闷气。明天我们就要启程去极北之渊，这一路肯定不会顺利，但事已至此，我后悔也没用了。我摩挲着手中的绣花针，这是六耳死后留下的如意金箍棒，
这件神器我拿到手至今无半点动静，是不是他也渴望着能回到真正的主人手中，再一次搅得这3界6道天翻地覆？我从未到过极北之渊，这里是禁神领域，一切法力都会失效。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埋头前进，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，不断拢起衣服护着心口处的大棒，我忍不住抱怨自己就是个劳碌命。不知走了多久，终于看见一点莹莹蓝光，我全身冻结，撑着最后一点力气把光芒收走。怎么办？我没力气返回了。天旋的转中好像有谁撑住了我，我一时间分不清这到底是1000年前还是1000年后。妖猴哪里逃？无数神仙折戟，玉帝派我与这猴子周旋，斗法间隙，我发现离桃山不远，于是没有理会猴子嚣张的挑衅，想下去看一看。不料王母在桃山外设了强大的结界，我被反弹重伤。你这神官3只眼都瞎了不成？没看见有结界吗？我心烦的要命，这猴子刚跟我打得你死我活，这会儿却蹲在我旁边探头探脑。这下面有什么宝贝让你这么惦记？我娘，玉帝的妹妹，姚姬，她是天庭的罪人，掌权者的耻辱。我无处可诉，索性一股脑地告诉猴子。猴子摇头晃脑，看上去不甚理解。也是，他天生地养，怎会明白这人伦关系？之后我心灰意冷，无心再战。可猴子却破绽百出，像是赶着往我刀口上送。我将他拿去交差，猴子被押走前冲我龇牙咧嘴的笑，虽然很不想承认，但这一笑我就记了这许多年。等我醒来时，已经离开极北之渊，怀里的大棒不再温热，吓得我3只眼都瞪大了。好不容易才从蚌壳上寻到一丝丝暖意，我大松一口气。这猴子要是凉透了，就冲身后甩不开的追兵，我得给他陪葬好几回。这里离火焰山还有不少路程，我休养片刻，正要出发。汪汪，是哮天犬，可还不等我惊喜，他就摔到我面前，身上伤痕累累，佛息萦绕。我好像重新回到极北之地，寒气直冲天灵盖。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西方世界追来了。我狠狠咽了一口唾沫，红着眼睛把哮天犬留在原地。他是来给我报信的，可我不能带着他，否则不出片刻就会被定位。拳头紧紧攥着，我闷声往火焰山赶，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！我心中焦急万分，风驰电掣，已经顾不得会不会被发现。可等我终于到达火焰山，我神都傻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火呢？焰呢？昔日炼狱一样酷热的火焰山，此时只剩光秃秃的山杆子。我脸色惨白，跪倒在地，铺天盖地的绝望把我淹没。玉帝果然明察秋毫，早早便将火焰收走。你这叛徒，还不束手就擒？是4大天王以及一众天兵天将，一早便埋伏好了，就等着我送上门。我冷冷地环视这些熟悉面孔，其中不乏与猴子交好的各路神仙。你毕竟是玉帝的外甥，只要你愿意投降，定然会从轻发落。要说我面对这阵仗或许还会犹豫3分，可他好死不死戳到我的逆鳞，我不再忍让，怒吼声震彻云霄，积蓄数千年的仇和怨一起爆发。天地间风云变色，却是一杆红缨枪挡在了我面前。快滚！我丝毫不墨迹，掉头就跑，心中泛起一丝欣慰。可即便暂时脱身，我又能去哪儿呢？千钧一发之际，猴子的虚影缓缓飘出，他的身形几近透明，目标明确地往一个方向去。我紧随其后，深入一个洞口，直达地底。满目红光刺眼至极，岩浆缓缓流淌，极阳之力大盛。地心深处燃的还是3昧真火。据说这火焰山是当年猴子大闹天宫踢翻老君炉形成的，当年种下的因，终归是猴子尝了这果。我汗流浃背，放出准备好的所有东西之后，靠着山壁犹如虚脱。外面天兵围困，我紧紧盯着岩浆漩涡，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。手中传来轻微的嗡鸣声，像是金箍棒在恭迎它的主人。天上降下创世惊雷，恐怖的威势好像要将空间撕裂成2半。我艰难地顶着雷光，站在不远处观望。不知何时，密密麻麻的3界众生将火焰山这小小的地方围得水泄不通。往上看，佛光闪耀处，如来悲天悯人的目光若隐若现。他竟亲自来了，我并不担心他做什么。创世之雷是天道禁制，饶是他也无法撼动。我心中有另一种奇异的感觉，明知按照猴子爱憎分明的性格，一旦醒来必要如来付出代价，可他好像并不在意猴子的复活。我看得出神，甚至一直盯着雷场的目光都挪开了去。强大又难以掌控的孙悟空，是如来无尽岁月里执掌轮回唯一的威胁。他把猴子压在五行山下，试图用佛门清规来约束他，观察、引导、训练。他想让猴子彻底成佛，斩断与红尘的缘分。而当如来察觉自己无法将猴子彻底驯化，才有了真假美猴王一遭。等等，我猛地瞪大眼，脑海中电光火石。
六耳代替猴子成佛，如来精心营造出猴子被他驯服的假象。那他为何会放任六耳回花果山？还有唐僧，当年的相关者竟然一个都没被放在眼皮子底下，这行事作风未免不符。又是一道惊雷落下，天摇地动，宛如灭世。我掌心黏腻，满头冷汗。六耳当初偷偷放走猴子的残魂，如来当真不知晓吗？就在我心乱如麻、忐忑不安之际，雷场渐消，我急忙看去，深渊一样的巨坑里，蚌壳静静悬浮，没有光华，没有神息，什么都没有，就像天地初开后东胜神州上一块再普通不过的顽石，永远都不可能蹦出一只坐天坐地的猴子。正愣半晌，我瘫坐在地，浑身如坠冰窟。我明白为什么了，这从头到尾就是一场阴谋。猴子的不死之身并不只是说说而已，能跳出轮回之力的不死，是除了他自己之外，外界力量无法消灭的存在，无人可以真正杀死他。可猴子却在创世之雷之下放弃了重生的机会。北海龙王骗了我，他根本没有守住秘密，而是分享给了其他人。他们用法力帮助巨然化蛟，以此催醒猴子。唐僧自愿奉献舍利，六耳甘愿死在猴子棍下。地府睁只眼闭只眼，让我盗走神器。甚至这漫天神佛，但凡知道点内幕消息的，都站在我这边。多感人啊！这么多力量拧在一起，就为了帮猴子复活。而他们拼了命，使了劲儿，等猴子死而复生，跳出轮回，掌控因果之际，他们能分到多少利益呢？没有谁真的盼着猴子复活，可又所有人都在狂热的帮助我，甚至为了骗过灵石不稳的大圣，北海龙王自导自演，唐僧大打感情牌，六耳素数身不由己。所有人都在骗他，骗我。唯一知道真相的是燃灯，可超然如他，也选择了站在如来一边。一切的一切都被猴子在最后关头串联起来。纵横天地数百年，向来无拘无束，好友遍天下。他生来光明磊落，500年的囚禁都未让他生出丁点阴暗心思。可但凡活着，肯定要相信点什么。见了唐僧就去找六耳，找了六耳之后还愿意继续上路，他一直相信着，直到最后一刻，这些沉重的好意和温情才将他彻底摧枯拉朽。我坐在天牢里一动不动整整7天，脑子里好像什么都有，又好像一片空白。整件事从猴子破石而出的瞬间就注定好了，计划千年，一击毙命。如来好手段，他了解众生私欲无穷无尽，正如众生默认大圣必会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。我已经过了荒谬可笑的阶段，心如死水。玉帝亲自来看我，他还是舍不得我这条好用的狗的。我收拾好身上的伤，把日子过回原来的模样，甚至变得更圆滑，更精于世故。马上就是王母娘娘的蟠桃盛会了，诸天仙佛都会到场。往年倒是不见二郎神君如此积极啊！清闲够了，也来凑凑热闹，顺便让你们也热闹热闹。此时距离猴子身陨已过去100年，天庭和西方世界的关系倒是越发密切。嫦娥身姿甚美，祥云朵朵，歌舞升平。太平景象却被一声惊雷打断。我喝酒的动作一顿，怎么提前了？高台上的如来脸色猛地一变，丝竹断绝，全场都目瞪口呆。如来悲悯的神情千万年不变，难以想象是何等棘手的事才会令他做出这种表情。我紧张起来，难道被发现了？事情不是我想的那样，可远比我想象的严重。因为诸神亲眼见证了如来莲座的崩裂，那只被灵山镇压的东西跑出来了。作为灵山镇眼，镇压着一只上古妖王孔雀大明王。佛母孔雀是西天禁忌，却不是什么秘密。我捏碎了酒杯，面上不显，心中却焦灼万分。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？众仙震惊之际，我悄悄溜走，而此时的桃山已经变了一副模样，天地颠倒，比当年火焰山还要剧烈的能量波动滚滚而来。我已经无法靠近了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雷云越来越庞大。真正的创世之雷，当初召唤创世之雷，因为缺失了极善极恶之力，只招来了一枚雷种。100年游走，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神魔鬼妖，反复萃取提炼，才终于达到标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打开天眼，一道乌光射出，手掌长的黑蛟静静悬浮，被吸引着朝雷云中心而去。我以自身神魂酝养100年，才终于把那一点点残魂救回来。我能做的都做了，剩下的就靠你自己了。猴子，别让我失望。孔雀此次破阵而出，来势汹汹，本就是能把如来一口吞入腹中的凶残性子。被软禁这漫长岁月，早就怨气滔天。西天顶不住压力，向4方求援。但天庭当年让如来收拾猴子，本就有探听西天实力的意思。猴子被收拾服帖，4方也就以西天为首。如今连如来都被逼至此，更何况他们这些小角色。天上天下，人心浮动，天界的虚伪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我冷眼旁观，甚至痛快得恨不得仰天长啸。已经3天了，
雷云疯狂肆虐，要在平常肯定已经被察觉，但现在各方自身难保，哪儿还有心思来管旁的事？第4天清晨，一缕阳光穿破云层，心脏忽然停止跳动。我天生神目，此刻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他回来了，暮霭迷蒙，那道身影穿云破雾，逐渐清晰。饶是没有一身金碧辉煌的披挂，但他目中火一样的锋芒足以压垮一切质疑。他可是孙悟空，存在的意义就是点燃这个世界。神官，好久不见。他如是说，我几乎狼狈地偏过头，把他的绣花针扔还他。谢了。别谢我，我不过就是想借着这雷救出我母亲。猴子笑眯眯的，随手挽了个棍花，金箍侧立，一瞬间就变回了那个唯我独尊的混世魔王。我好像放下一件极重的心事，说不出的舒坦。猴子折回去，把我母亲抱出来。他被天雷波及，但没有受伤，休养几日就好了。我小心接过，问他：“你有什么打算？”他看着天边散去的阴云，只是笑，不说话。我心里咯噔一声，脑海中瞬间浮现一个不可思议的猜测。你难道……猴子仍是笑着，有些顽皮，像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。可他要做的却是这世间最惨烈的事。凭什么你不能去？我怒火滔天，提着3尖2刃刀拦在猴子面前。这猴子惯会气人，这是俺老孙的事，轮不到你管。你这神官现在可打不过我，闪开！老子费了这么大力气把你弄回来，不是让你去送死的。如果你非要去，那就踏过我的尸体。他竟然想去灵山，那雷是把他劈成傻猴了吗？猴子看上去恼得很，烦死了！金箍棒一收，他指着天际一脚：“那绿毛鸟是因为俺老孙才逃出来的。”你说什么？如来老儿抽了俺老孙一半神魂去镇那绿毛鸟，如今神魂归位，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你快让开，晚了可就来不及了。孔雀的法力远高于如来，靠着数量才勉强占个平手。灵山是主战场，往日神圣庄严，如今疮痍破败。天界尚且如此，更别提已成炼狱的人间。孔雀步步紧逼，诸神节节败退。我眼睁睁看着猴子提着金箍棒打上灵山。刚才的对话犹如洪钟在我耳边反复炸响。要不是孔雀出世，俺老孙一人就能掀了这9重天。但你可知妖王当道，下界会有多少生灵蒙受劫难？要是如来老儿顶不住了，整个3界都得玩完。那与你何干？你忘了他们是怎么对你的吗？猴子顿了一下，回头龇牙：“你以为3界湮灭，你们娘俩还活得了吗？”灵山之上，猴子与孔雀大明王对峙。孙猴子，那如来设计害你，抽你神魂，毁你金身，你竟然还帮他做事，也不怕剁了你齐天大圣的威风？众仙哗然，如来脸色阴沉：“你个绿毛鸟，你孙爷爷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指手画脚？你不如投效本王麾下，做个自由自在的魔王多好。只要你点头，本王亲自擒了如来，要当牛做马，还是受尽地狱苦痛，都随你。”听上去不错。漫天神佛心都提到嗓子眼。要是这猴子倒戈，今日这一战再无悬念，滔天的赌注压在他身上。可我早已知晓了他的选择，就像他说的，若不是碰上孔雀，依那猴子的性格，还不知会闹得如何天翻地覆。可他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滔天的仇恨加诸仇人，却不会累积无辜。他和孔雀不一样，听说孔雀重获自由的第1天，就屠戮了100万生灵，助他恢复修为。佛说众生平等，可没有谁比猴子更明白什么才是对错。猴子长啸一声，瞬息就与孔雀过了千百余招。孔雀大明王对他非常忌惮，一边游说他，一边暗自蓄力使阴招。猴子的残魂在我天眼中酝养100年，我们心意相通。我双目冰冷，一只天眼放出妖异红光，手持宝莲灯，不断击飞各路神仙。众神碰到战圈，便化为光点融入猴子体内。我动作越来越快，激进疯狂。这不公的世道，我真想把它亲手撕碎。这一战堪称惨烈无双，没有人阻止我。所有人都眼睁睁看着我给猴子送去一个又一个祭品。我压榨着自己的法力，心中畅快淋漓，恨不得多出3头6臂。很快，天界众神亲了一拳。我来到如来身前，曾经的我于如来而言不过尔尔蝼蚁，此时他浑身都是无法愈合的伤口，看着我勉力维持镇定。真想送你上去。我死死盯着他，浑身血液沸腾，神情可怖。这就是世间最冰清玉洁的神，让猴子承受这1000年苦难的罪魁祸首。宝莲灯不由自主地举起，他眸光一颤，我却不能伤他。封印孔雀大明王的方法只有如来知道。我干脆转身，多1秒都控制不住自己。天上的战斗正酣，我正疯狂运转法力，背后忽然扣上一掌，不由自主地向着战圈飞去。我逐渐看清猴子目眦尽裂的脸。也好，与其无能狂怒，不如并肩作战。大闹天宫时未实现的夙愿，今日便杀他个痛快。忽然想起当年
大圣还不是大圣。我去看妹妹，路过一方石崖，一只石猴伫立于山巅，一身懵懂，满目孤独。现在想来，那一眼便注定了今日这一战。我没死，被金箍棒一棒子挑飞了，猴子也因此被抓到破绽，吐出一大口鲜血。孔雀也不好受，捂着胸口喘粗气。孙悟空，本王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愿降，就不必再受这天地约束。你想要什么，本王都能满足你。猴子一擦嘴角血迹，骄狂的笑声贯彻天地。我仿佛看到了1000年前将金箍棒耍得滴水不漏，凭着一身本领荡尽人间不平事的孙悟空，踏碎凌霄，放肆桀骜，冠以妖之名，却比佛更像佛，比慈悲更慈悲。如来凭借一个斗战胜佛的虚衔，就想框住猴子，可无人能杀死他，也无人能改变他。大圣永远都是大圣，毁誉由人，自与天齐。我就这么流下泪来，咬牙转身，带着母亲远离。如来被扯进战圈，一瞬间天摇地动。这个万佛之主为了保全自己，试图圆寂强开轮回。我一次都没有回头，背着母亲一步一个脚印离开灵山。身后创世之雷再度触发，我方圆1丈之内风平浪静，但外面却被庞大的能量撕出一个个黑洞。我盯着地面，木然地往前走。猴子，你会活下来的吧？你还记得你说过要请我喝酒吗？老子为了你东奔西跑，喝顿酒不过分吧？不去神君殿，不去花果山，随便找个顺眼的地方，咱们大醉一场，就这么说定了。我还没有等到回答，整个灵山都被夷为了废墟，没有如来，没有孔雀，没有诸天神佛，四周静得可怕。轮回之下，世间因果都被重启，创世之雷把浊气一荡而空。灵山之上没有日升月落，此时却有一道白光冉冉升起，照在身上，温暖极了。我的天眼在疯狂的战斗中受损，已经闭合，但此时哪怕不动用神力，我也能读到这清朗天地传达出的讯息。猴子，我等着你。时间过了50年，对于神仙不过弹指一挥，对于凡人却是半生。我辞了神职，在灌江口找了个不起眼的山头隐居。哮天犬伤好后留了下来，只是少了条腿，跑起来有些跛，但不影响他看家护院。母亲醒来后身子骨一直不大好，我便日日用神力温养她的魂魄，闲时就去山下挑水种地。天眼彻底闭上了，那是强行透支神力的代价。如今我只是个有把子力气的凡人，顶多算是个练家子，但我过得前所未有的安心，再也不用看玉帝那张死人脸，也不用听如来讲那些狗屁不通的经，只是偶尔夜深人静，看着天上的月亮，会想起那只猴子。那一雷之后，3界重启，所谓的漫天神佛十去其九，剩下的也都夹着尾巴做人，忙着争夺新的话语权，没人再提齐天大圣这4个字，仿佛它只是一场漫长的噩梦，醒来就散了。可我知道不是，因为我怀里那块大棒的碎片偶尔还会发烫。这一日，灌江口来了个化缘的和尚，穿得破破烂烂，袈裟上全是补丁，手里拿着个缺了口的钵盂。敲开门时，哮天犬狂吠不止，像是见了鬼。我正劈柴，斧头一顿，抬头看去，那和尚眉清目秀，却带着一股子怎么也藏不住的野气，眼神亮得吓人。施主，行行好，给口饭吃。声音有些哑，像是很久没说过话。我没做声，转身进厨房端了2碗素面，又拿了一壶当年藏下的好酒。和尚也不客气，稀里呼噜吃完面，端起酒碗一饮而尽。好酒。他抹了把嘴，那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额头上那道闭合的疤痕。神官，50年不见，你这第3只眼怎么睡着了？我端碗的手微微一颤，滚烫的酒洒出来几滴。这声神官叫得我心头火起，又鼻尖发酸。我强压下情绪，冷着脸道：和尚认错人了，我只是个猎户。哦，猎户。他挠了挠光头，忽然伸手往我怀里一掏，动作快的我都没看清，那块滚烫的蚌壳碎片就到了他手里。他对着碎片吹了口气，碎片瞬间化作粉末，随风散去。既然不是神官，那这猴子的东西我就扔了。我猛地站起来，椅子被带翻在地，死死盯着眼前这个不伦不类的和尚，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。你，俺老孙饿了。他把空碗往桌上一顿，笑嘻嘻地看着我。还有桃子吗？我当然没有桃子，花果山成了一座荒山，寸草不生。但我后山种了一片桃林，虽然结的果子又酸又涩，但好歹是个念想。我带他去了后山，猴子也不嫌酸，摘了一个在衣服上蹭了蹭，咔嚓就是一口，酸得他龇牙咧嘴，却吃得津津有味。你就这么回来了？不然呢？那老和尚圆寂了，绿毛鸟也跑了，这破地方没人管，俺老孙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如来呢？死了吧，或者没死，谁知道呢？猴子吐出桃核，眼神里没了当年的戾气，却多了一种看透世事的沧桑。娘姐，这50年，俺老孙把这3界走了个遍。我看了北海，大老龙还在睡觉，
我看了火焰山，那里长出了新草。我还去了趟地府，把生死簿改了改。他说的轻描淡写，我却听得心惊肉跳。改生死簿，这猴子真是不管过多少年都改不了闯祸的本性。那你现在是佛还是妖？猴子扔掉桃核，跳下树，站在我面前。他没穿锁子黄金甲，也没戴凤翅紫金冠，只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僧袍，却比任何时候都像那个石破天惊的齐天大圣。他指了指自己的心口，佛也好，妖也罢，不过是个名字。俺老孙就是俺老孙，石头里蹦出来的。天地生养，谁也别想给俺套圈子啊！我们在后山喝了一夜的酒，没有神仙的琼浆玉液，只有凡人自酿的粗酒。哮天犬趴在脚边，时不时呜咽2声，像是在哭。猴子摸了摸他的头，一道金光闪过，哮天犬的断腿竟然好了。神官，这些年苦了你了。他忽然正经起来，倒让我有些不自在。少废话，你也知道苦，当年一声不吭就去送死，老子为了救你差点把命搭上。我灌了一口酒，恶狠狠地骂道：俺知道，所以这不是回来了吗？回来干什么？不闹了，累。猴子躺在草地上，看着满天繁星。这天地太大，也太小。俺老孙转了一圈，发现还是只有你这儿有点人气儿。我沉默不语。其实我想问他，当年的极善极恶，是不是他故意放弃的？我想问他，是不是早就看穿了如来的阴谋，却甘愿入局，只为用自己的死换这3界一个清净？但我没问。有些事心里明白就好，说出来就俗了。天快亮的时候，猴子站了起来。走啦，去哪儿？随处逛逛。听说东土星来了个取经的和尚，俺去瞧瞧热闹。他伸了个懒腰，筋斗云都没架，就这么背着手往山下走。走了2步，他停下来，回头看我。杨姐，把天眼睁开看看。不想看，瞎了。嘿，你这神官还耍上脾气了？他手指轻轻一点，一道暖流直冲我眉心。那只闭合了50年的天眼，竟然真的缓缓睁开了一条缝。金光流转间，我看见的不再是漫天神佛的虚伪，也不是3界的因果线，我看见的是万物生长，草长莺飞，凡人在田间劳作，孩童在溪边嬉戏，没有神佛的威压，只有生生不息的烟火气。猴子的身影渐渐远去，融入了那片滚滚红尘之中。他没有回头，只是挥了挥手。神官，这次是真的别过了，那壶酒记在账上，下次俺老孙请你吃蟠桃。我站在山顶，看着他的背影，久久没有动弹，直到第1缕阳光刺破云层，照在我的脸上。我笑了笑，关上天眼，转身回屋。后来江湖上多了个传说，说灌江口的2郎神身边总跟着条细犬，而在更远的西方有个疯和尚专打抱不平。